24. 接下来的这段影片绝对会让你惊叹不已。影片来自 Disclose Screen 的 Grim Reaper 的频道。先让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处房屋的门禁监视器拍摄到了一个透明状的物体突然从画面的右侧出现，然后快速地移动到这台被雨布覆盖着的汽车附近。但就在此时，我们似乎还能听到它发出的一阵碰撞声。从画面中看起来，就像是它的某一部分还留在了这块雨布上那样。据影片的分享者讲述，当他看到这段监视器录像后，他仔细地检查了这块覆盖在汽车上的雨布，但却什么都没有发现。他的家人起初只是认为这可能是某些物体的反光造成的假象，但他们却无法解释当他靠近这台汽车时发出的碰撞声。也有观众认为这可能是一张透明的塑胶包装纸，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它似乎并没有这样的力度在撞击汽车时发出响声。而且还有一位细心的观众注意到，当时的风向是朝着画面的右侧吹去的，而这个奇怪的家伙则像是逆风撞在了汽车上那样，看起来非常的不可思议。那么你认为这家伙会是什么？23. 相信很多观众都有看过《终极战士》这部电影。虽说这是一部拍摄自1987年的电影，但它的剧情却充满了科幻色彩，特别是外星战士的这一角色，让我们记忆深刻。他不仅可以利用透视技术来发现敌人，也可以通过隐身来逃避敌人的追击。但是这种技术真的可能存在吗？2014年9月，几名户外探险者来到了位于华盛顿州的雷尼尔山附近探险。当时这位名叫芭芭拉·舒佩的女士作为团队的领导者，她带领大家来到了卡斯喀特山脉的一处露营地，准备在此作为临时的休息点。正当她在跟大家讲述一些注意事项时，其中一名队员突然发现在他们的不远处似乎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生物。之所以称之为奇怪，是因为它看上去就像是透明状态那般。随后更多的队员看到了它的存在。从这段放大后的画面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家伙就像是已经注意到了队员们发现了他那样，他快速地低下身来躲藏在了草丛里。而当时记录这次野外探险的拍摄者只捕捉到了他消失时的这一瞬间。但据第一个发现他的队员讲述，当他们来到这处营地时，他就已经发现了这个家伙。起初这名队员以为是长时间的徒步导致自己有些疲惫，眼花了没有看清楚。但是当他再次发现他后，这名队员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于是立即指给他身旁的这名女队员查看。结果附近的几人都看到了这个透明的物体。当时几名男队员想立即追过去查看一下，但芭芭拉女士却不同意他们的这一做法。最终在队员们的强烈要求下，他们一起来到了这个家伙消失的地方，但似乎他们却并没有找到关于他的任何踪迹。随后芭芭拉女士考虑到队员们的安全，她决定先带大家离开这里。于是这次短暂的旅程在芭芭拉的一再坚持下就这样结束了。22. 2021年6月 TikTok 用户的 Hottex 分享了这样一段影片，据说当时他在自家的院子里看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让我们先来看一下他发现了什么。Domino, what is that? What the hell is that? Hey! 从拍摄者分享的这段影片中，我们隐约能看到一个人影正缓慢地穿过他家的院子。而且如果我们以远处的这个儿童滑梯作为参照物对比的话，这家伙的体型看上去似乎要比一般的成年男性还要高。What the hell is that? Hey! 此时，分享者家里的这只狗狗似乎也发现了这个奇怪的人影，
他蹲在草地上，朝着他的方向看去。对于这段奇怪的影片，不少观众纷纷留言评论，他们想知道这家伙到底是一名未经许可的闯入者，还是其他什么可怕的东西。几天之后，这位 TikToker 就此事件发布了一段更新影片。I looked over and I saw it from behind that swing set out of the woods, walked over behind that truck, or to that truck, and went behind it into the woods. I don't know what it was. It was brownish red in person. We have a street light, so I figured it'd pick up better. Apologize for the quality. Apparently zooming in at night will make any phones. I haven't seen it since, and hopefully I won't, but I still don't know if it was a person or a thing. Whatever it was big, and it was in my yard, and I don't like that. 分享者说，那个家伙是从秋千附近出现，然后走进了那辆汽车后方的森林里。只是隐约看得到他的身体呈棕红色，影片的分享者也并不清楚那个东西会是什么，但庆幸的是，从此之后他再也没有在这里出现过。21. 英国的斯坦利宫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建筑，据有关资料记载，1591年时，彼得·沃伯顿爵士在一所废弃的修道院的遗址上建造了它。虽然斯坦利宫的历史跟建筑规模在英国的这些古建筑中并算不上顶流，但几个世纪以来发生在这里的超自然事件，却让它成为了英格兰远近闻名的幽灵瑰宝。近些年来，随着监控设备的普及，这所古堡内的幽灵似乎再也无法躲藏了。2014年6月，英国《每日镜报》播出了这样一篇报道：2位英国知名的幽灵猎人亚伦·罗比内特跟乔安妮梅在媒体的见证下来到了斯坦利宫。按照相关规定，他们并不能在这里使用一些其他的设备进行对房屋的检查，但可以允许他们在这里的各个房间内拍摄。当然，拍摄也是要受到严格限定的，例如不能使用闪光灯等设备。所以亚伦跟梅只能在传闻中目击到鬼魂的这些房间内架设了几台红外相机，希望能有所收获。当这次探险活动结束后，在他们检查这些相机拍摄到的影片时，却发现了这样一段诡异的影片。20. 接下来的这段影片来自福尔曼兄弟的频道。2022年3月，福尔曼兄弟来到了俄亥俄州坎贝尔一处名为杨斯敦的小镇上进行拍摄。这是一座现已基本荒废的小镇。这座小镇的历史与一间名为杨斯敦冶金工厂的建成密不可分。1918年时，杨斯敦钢铁厂在这里成立。同年，他还为这里的工人修建了100多套公寓，以方便他们在此生活居住。而这些房屋也成为了这座小镇上最早的建筑。直到1977年的一天清晨，工人们接到通知称，他们的工厂被关闭了。随后，这里的5000多名员工便失去了他们维持生计的工作。News we've received this morning from Youngstown Sheet and Tube is just the worst possible news that we as your elected public officials could have received. 几个月后，这些仍不愿离开的工人继续留在这里，抗议要求工厂复工以及得到应有的补偿。但似乎他们所做的这一切未得到任何回应。随着时间慢慢的过去，留在这里的很多人开始变得负债累累。这些工人早已失去了信心，因为他们已经看不到任何希望了。这些不肯离去的居民，很多都是这间工厂的老员工，他们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几十年了。
所以到了他们现在的这个年龄，很多根本就找不到新的工作，有些人甚至心灰意冷，选择了极端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座小镇上的居民也变得越来越少。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那些留在这里的居民，又或是他们的家人，是否还一直生活在此呢？于是福尔曼兄弟来到了这里，他们采访了这座小镇上仅有的几户居民，希望能从他们这里得到更多的讯息，以便让大家更好地了解这座小镇的历史。当他们的这段影片制作完成后，有不少观众却从其中一段采访的录影中发现了些异常。The guy and her body was in the trunk. And the two guys, the Polish guys. Oh yeah, that apartment. They see the guy and her body was in the trunk. And the two guys, the Polish guys. 当这名居民在接受采访时，他身后的不远处出现了一个透明般的人影，在这所旧房子前的杂草中不停地移动，看上去非常的不可思议。所以这不禁让很多观众联想到几十年前发生在小镇上的那些悲剧。他们认为福尔曼兄弟或许真的拍摄到了某种灵异现象的发生，而这个鬼魂则很可能是当年那些因失去工作而走投无路，放弃了自己生命的工人。也许至今他们也不愿意离开这里。19， 这是来自阿根廷 MDC 报业的一篇报道。位于英格兰康沃尔郡博德明小镇有一座历史悠久的监狱，这所监狱建于1779年，直到1927年关闭之前，它已经运营了近150多年了。现在这里的大部分建筑已成废墟，这所古老的监狱仅存的几处建筑现已被改造成了博物馆跟酒店，但在这过去的200多年里，似乎这里并没有平静过。2017年11月，一名来自南安普顿的男子在这里拍摄到了一段这样的影片，而就是这段影片再次引起了大家对这里的关注。画面中出现的这个黑影被当地人称之为威廉汉普顿的鬼魂，但在这篇报道中并没有就威廉汉普顿做出介绍。于是我们从其他的报道中找到了一些关于他的资料。威廉汉普顿因为谋杀自己的未婚妻，在1909年7月时被判处死刑，而他也是这里最后一名被执行死刑的囚犯。据说这所监狱在被关闭之后，他的鬼魂便一直在这里游荡。据不完全统计，在这148年里，这所监狱共有60多名囚犯遭到了处决，因此在它荒废之后，这里也变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幽灵监狱。当这里的一切变为废墟之后，博德明监狱曾一度令当地政府十分头痛，但谁能想到，在1个世纪之后，这里却成为了一所豪华酒店的所在地。他们将牢房改造成了酒店的房间，其他一些建筑变成了这所监狱的博物馆。很难想象这样的酒店是否有人真的愿意住在这里呢？ 18. 地下室传来的奇怪声响。家住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的乔纳森最近经常听到他的女友抱怨，深夜不知从何处传来的敲击声总是将他从睡梦中惊醒。乔纳森的女友租住在一所老旧的公寓里，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了，但在这段期间内，他从未听到女友提起过此类的事情。近日，他的女友告诉他，那个奇怪的敲击声可能来自这所公寓的地下室，因为在几天前，当他起床去卫生间时，又再次听到了那个声音，而且它听起来就像是敲击金属发出的响声那样。他的女友在检查过后发现，声音似乎是从地板下面发出的，而这下面却是一个已经基本被废弃了的地下室。于是乔纳森决定去女友租住的这所公寓内查看一下。当天他还叫上了一位朋友。在他们进入这处地下室后，他们大概走到乔纳森女友房间位置的下方，此时出现在他们眼前的却是一个破烂不堪的房间。一个巨大的木箱正好摆在他门口的位置。当他们绕过这个木箱后，一台锅炉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看起来它已经很久没有被使用过了，里面满是垃圾，而锅炉的外面也早已锈迹斑斑。当他们再次查看这个木箱时，却发现了一些异常，它的上方还有一个类似通风口一样的东西。乔纳森在围绕着它查看后，在这个木箱高度的1/2处发现了一扇可以打开的小门。当门被打开后，摆在里面的是几张椅子。通过手机的灯光，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木箱的内部就像是被烟熏过了一样，四周黑乎乎的。它的上方是一块钻有许多小孔的木板，木板上布满了一道道的划痕。但就在这时，乔纳森惊奇地发现，这些划痕与手指的抓痕非常相似。Right there. 当乔纳森从木箱内走出后，发现了某人掉在这里的幸运兔腿。谁会将自己的幸运符丢在这里呢？这里的一切让两人感到疑惑不解。而他们发现的这个奇怪的木箱，看上去似乎就像是一个简易的桑拿房，但奇怪的是，它的门栓被设置在了外面。那么，谁会将桑拿房的门栓安装在门外呢？这里的一切让他们感到诡异。于是，在乔纳森朋友的一再坚持之下，他们将这一发现报告给了当地警方。而警方的到来似乎发现了一些更为恐怖的线索。他们在这处锈迹斑斑的锅炉内发现了几块类似人体骨骼的碎片，还有部分较完整、疑似盆骨的骨骼。于是他们将这里封锁了起来，等待进一步的勘察工作。17. 这是一位观众朋友提供给我们的一段影片，让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根据这位提供影片的观众讲述，这是他在暗网上发现的一段影片。影片的分享者以匿名的方式发布了这段影片，据称这是发生在非洲某村落的一件真实的事情。这名刚出生不久的婴儿吓坏了这里的一些族人，他们认为这个孩子的面容跟传说中的恶魔一样，他长有一双红色的眼睛，额头上还布满了深深的皱纹。但最奇怪的是，这个婴儿张开的这张大嘴，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那些奇怪的牙齿。按照通常我们对这么大的孩子的认识，他们是不可能长有牙齿的，而画面中的这个婴儿却长满了牙齿，有些牙齿看起来甚至非常的奇怪。而他的2个小脚掌上也被涂满了白色的粉末，他似乎就像是刚经历过某种仪式那般。虽然我们并不懂影片中这些人的对话，我们甚至不清楚他们使用的是何种语言，但从这段影片中可以看出，在这个孩子身上的确发生了些什么。16. Kalila Enriquez viewed the spooky footage brought to us as evidence of the tales. Now we must warn that some of the footage may be troubling to some viewers. 这是发生在2010年11月的一件离奇的事情。这篇10几年前的报道来自牙买加当地一家名为 CVM 的电视台。当时，这起被认为是恶灵附体的事件在当地闹得沸沸扬扬。随后，它便引起了不少媒体的注意。这家电视台对此事件进行了为期2天的跟踪报道。记者首先采访了这名男孩的母亲，她告诉记者，这一切是从1周前开始的。他的孩子的举动有时会变得非常的奇怪，甚至可以用可怕来形容。突然发生的这一切让这一家人不知如何是好。他们曾尝试将他带到教堂，请神父为他祈祷，但这似乎起不到任何作用。这个男孩却像是变了一个人那样，发出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叫声，而这个声音听起来根本就不是他的声音。他像是发了疯一样，将这里的一些物品扔到地上，甚至还用石块袭击了这里的一位牧师。一些附近的居民看到后感到十分的震惊，甚至一些人认为这名男孩走到哪里，这个恶灵就会跟到他哪里。摄制组在一天傍晚还目睹到了发生在这名男孩家中的这样一件离奇的事情。Right, no. Yeah. Yeah. 当时记者正在采访他的家人，这个男孩坐在角落里的一把椅子上，一言不发，而且他的举止也开始变得有些异常。随后，记者立即走到这名男孩身边，但就在这时，就像是有人站在他身后，试图将他拖倒那样。
而这一切就发生在记者们的眼前。后来记者告诉我们，男孩说这个鬼魂是他4年前去世的一位朋友，而且男孩还能清楚地描述出他的那位朋友的穿着，他穿着一件白色的上衣，黑色的裤子。而孩子所说的这一切无疑让周围的邻居越发地感到了恐慌，而孩子口中的朋友就是附近居民所说的恶灵 Duppy。 这还并不是此次报道中拍摄到的唯一一段令人难以置信的画面。在第2天夜晚，类似的事情又再一次发生了。在这次的采访进行到一半时，男孩突然告诉记者，他就站在这堵墙的附近。随后便发生了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幕。当然，只是这些还不能完全证明男孩就是遭到了某种未知力量的袭击。随后摄制组又找到了当地的牧师约翰·爱德华兹，他们认为约翰牧师作为一名神职人员是不会撒谎的。牧师向记者讲述了他的家人带他来教堂时所发生的事情。当时男孩看到牧师出现在教堂后，他开始用石块不停地扔向约翰牧师。这种行为在当地人看来是不可以原谅的。据约翰牧师说，他在当地担任神职人员20多年，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孩子的家人跟邻居表示，这并不是孩子的所为，准确的来说是恶灵操纵了他的身体。虽然牧师对这个孩子亵渎神灵的这些做法还是感到非常的气愤，但他还是决定尝试帮助一下这个孩子。Oh, you're afraid, you're a coward. You're not doing nothing. Hey, watch out! All right. Oh. You tried it once, I want you to do it again. So we can know how. Let him. Wait, hang on. Don't touch it. Don't touch it. 随后，约翰牧师将橄榄油倒在了他们的房子周围，并为他们祷告。牧师还将它涂抹在了男孩的身体上，希望能赶走这个靠近他的恶灵。No weapon formed against you shall prosper. Again? Right? No weapon formed against you shall prosper. Every tongue. 虽然这一切在很多人看来就像是影视剧里发生的情景那样，甚至还有人怀疑这名男孩跟他的家人就是试图利用一些拙劣的骗术来达到某种不为人知的目的，但似乎附近的这些居民跟这次拍摄的记者也不是这么好骗的。有人就对此次事件给出了一种能简单判别真假的方式，那就是分析这段影片的音频部分。他们认为，如果这个孩子在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发生了某种突发情况，那一定是孩子先会做出一些反应性的动作，然后才会发出叫喊声。而这段影片中，孩子的表现非常的正常，当椅子即将倒地时，他才发出了叫声，所以他们认为这并不是一场人为的恶作剧。其实，这种鉴别方式在专业人士看来，只能算是一种最简单的方法，而且它并不具有全面性。虽然对此事件的真伪的争论从未停止过，但在2016年时，有媒体公布这名男孩已经离世。或许这一切对于那些争论不休的人们来说，真伪已经变得并不再那么重要了。15 2022年7月13日，墨西哥先驱报播出了这样一篇可怕的报道。据称，在哥伦比亚卡利地区，有人发现了女巫的出现。当时这处名为科穆内罗斯小镇的街道上聚集了许多的人群，有些人正试图借助梯子，又或是徒手爬上这处房屋的屋顶，来追赶这个被他们称之为女巫的黑影。还有一些居民爬上了对面房屋的顶端，以便更清楚地看到这个家伙现在的位置。而这个黑影则可以在这些居民的围堵之下，快速地从一处楼房的上方移动到另一处楼房之上，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篇报道中提到的这段影片。Mira, es que sí, mira, sí, ve. Cójala, muchacho, cójala. Ve. Mira, vecino, una bruja, ve. Acá, ven a ver. Mira cómo se mueve, ve. ¡Dale duro! ¡Se perdió! ¡Ahí ven a ver, país acá, ven a ver! 14. 蒙图斯维尔是位于宾夕法尼亚州莱科明县一个人口不足4000人的小镇。人们对这里了解最多的就是它每年都会举办一次的少棒大赛，跟美国职业棒球选手迪克·巴雷特了。除此之外，在这座小镇上还有一处大名鼎鼎的鬼屋，而且它每年都会吸引不少灵异爱好者慕名到此探险。而这却并不是一处荒废的房产，它属于早期当地富商施耐德家族所有。据说这处房产在90年代中期时就已经无人居住了，所以一些探险者到此之后也会想尽办法闯入这里，这也给当地有关部门跟这处房产的所有者带来了不少的麻烦。迫于无奈，他们只能将里面的一些物品跟家具从这里搬走，并在这里的一些房间内加装了安防系统与监控设备。虽然这看起来是一个不错的办法，但它却给这处房屋的主人带来了新的困扰。2012年12月，当地一家电视台就曾播出了这样一篇报道，这处房产内的监视器拍摄到了一幅令人无法解释的画面。让我们先来看看当时的这段录影。这是由安装在地下室楼梯口的一台监视器拍摄到的画面。深夜时分，这里的楼梯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呈半透明状的人影，它看上去就像是穿着一件白色长袍那样，而这台监视器只捕捉到了从它出现到消失时的几秒钟画面，随后它便渐渐地消失在了这里。就在这时，一个白色小光点出现在了它消失的位置，然后又快速飞出了监视画面外。自这篇报道播出之后，它便在当地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相信大家都曾听过白色的光球是鬼魂的这一传闻，很多灵异研究者又或是民俗专家将它们解释为灵魂的能量体。虽然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这种现象大多都被证明是昆虫又或是尘埃飞过监视器时造成的假象，但它与这段影片中出现的这个白色透明的人影结合在一起，却让人不得不联想到一些可怕的事情。这还并不是这里的监视器拍摄到的唯一的一段令人惊讶的影片。2013年6月，位于这所住宅2楼通往阁楼的监视器再次捕捉到了一个奇怪的画面。这天凌晨时分，此地下起了一场暴雨。当雷电照亮这里的窗口位置时，一个黑色的人影出现在了窗外。看上去就像有人站在2楼的窗外向内窥探那般。当时有人猜测，或许是另一名探险者试图进入这处房产，但又有谁会在暴雨天打算通过这处2楼的窗口进入室内呢？直到7年之后，这一系列诡异的情况终于结束了。此处房产的主人由于某些原因决定将它拆除，据称他暂时还没有想要重建它的想法。13. Nikki 的父亲跟这家酒吧的老板不仅是多年的老友，两人还是资深的棒球迷。只要一有球赛， Nikki 的父亲便会早早的来到这里。2022年6月的这天下午，一场球赛即将开始，他的父亲也如期的出现在了这家酒吧里。此时他正在跟老板还有一名服务生聊着什么，但就在这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他的鞋带突然被解开了，他奇怪地低头看去，随后又将脚抬起来给他一旁的朋友看。当 Nikki 第一次看到这段影片后，也感到非常的奇怪，但是在他多次回放后， Nikki 猜测可能是他自己踩掉的鞋带，可是 Nikki 的父亲却不同意他的这一说法，他认为鞋带被自己踩掉肯定是有感觉的，而当时他自己却全然不知。他还奇怪地将这只脚抬起来给他的朋友看，似乎他自己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如果是他自己踩掉鞋带的话，那么一定是右脚左侧鞋带的这一头已经松掉了，垂落在了地上。但当他抬起右脚时，我们却完全看不到他左侧的这一头鞋带，所以这也是大多数观众感到疑惑不解的地方。当时 Nikki 的父亲向酒吧的老板讲述了这一切，但是这里的老板似乎并不相信，于是他们调取了监视器的录像。12. This is no ordinary fry pan. 纽约的乔卡明斯是一位小有名气的电视节目的主持人，同时他也是一位电影演员哦。他曾以幽默诙谐的方式主持过很多电视购物节目，因此受到许多观众的喜欢。2009年，当时还住在纽约曼哈顿的乔，曾经在自己的 YouTube 上上载了这样一段影片。在影片中，他向大家讲述了发生在自己家中的这样一件离奇的事情。从几周前，他开始察觉到深夜自己的屋内似乎有某种奇怪的声响，这些响声的声音都非常的小，但他又不确定这些响声是从哪里发出的，而且每次这些响声还都不一样，这让他很难形容。他也曾在半夜的时候检查过屋子，但都没有发现这个声音的来源。奇怪的事情还不止这些，他还发现家中的一些食物有丢失的情况，明明刚放在冰箱里的食物，乔跟女友出门几天后回到家里，却发现一些食物已经不见了，甚至是有些他们不爱吃的食物丢在冰箱里，很长时间都不会去动的食品跟饮料也会这样莫名其妙的消失。虽然这些东西对他们两人来说，这可能并不算是什么，但这些奇怪的事情却让两人有些害怕，特别是乔的女友。他的女友甚至怀疑乔购买了一所闹鬼的公寓，当然鬼是不会偷吃东西的，这一点乔非常清楚。但是家里的门窗并没有出现损坏的情况，而且一些贵重的物品也并没有丢失。但如果是乔被闯空门的话，这个贼不可能只是进到他的家中偷吃他的东西，而且这种事情还接二连三发生了好多次。乔考虑这种离奇的事情可能报警，警方都不会相信他的说辞，于是他的一位朋友建议他在家中隐蔽的地方安装监视器，说不定这个方法可以帮他找出真凶。于是他决定按照朋友的方法来试一下。这时，我们看到一位身穿白色上衣的女士正从乔厨房上方的橱柜里慢慢地爬了出来，她的动作非常的缓慢，生怕制造出响动。这时，乔告诉我们，她并不是乔的女友。当这名女士从餐桌上下来之后，我们还可以看到她将一个水桶放在了乔的桌子上。随后，更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这名女士竟然走到清洗食物的水槽前，在里面方便。紧接着，他打开了冰箱的门，拿出了果汁，而他就直接这样喝了起来。但更令我们瞠目结舌的事情还在后面。他打开了一扇盛放食物的橱柜，在里面翻找着什么。随后他拿走了一些零食，但最不可思议的是，这名女士竟然躺在乔的沙发上看起了电视。监视器还记录到，她甚至偷喝了乔的一些红酒。而这名女士所做的这一切，直到乔来到这里喝水时才结束。当这名女士发现房屋的主人出现后，立即关闭了电视，躲了起来。当乔离开这里后，她又拿了一些食物，这才再次躲进了上方的橱柜里。
看过这段影片的很多观众对这名女士的行为感到震惊。一位观众评论道：“她就这样直接喝了乔的果汁，实在是太恶心了。”大多数人对这位女士的行为感到气愤，他们认为这名女士不应该将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但由于乔卡明斯的职业是一位演员，还是有不少人认为这是乔自导自演的一出戏，其目的是让更多的人们注意到他。也由于乔在此之后并没有回复过大家的问题，所以这段影片被认为是他自己制作的人也越来越多。甚至一位观众留言说到乔的这一剧本他在一部电影中看过，但往往真相可能会让一些人失望。在我们查找关于这段影片的更多讯息时，发现了这篇来自《每日新报》对此事件的报道。根据这篇报道，我们得知，在乔跟他的女友发现躲藏在他们家的这名女士后，便报告给了警方。当地警方立即在乔的家中逮捕了这名女士。后来经询问，她已经在这里躲藏了2个多星期了，而且这名女士可能还患有某种精神性疾病。在随后的警方调查中，乔得知他是从这栋公寓外的消防楼梯进入他的家中。可能由于乔跟他女友的工作原因，两人经常不在家，于是他便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11. Sigler 是一位来自明尼苏达州的 YouTuber， 而他的这个频道主要也是分享一些生活类的影片。2013年7月的一天， Sigler 应观众的要求购置了一台全新的 GoPro 相机，安装在了他家附近一处名为弗里沃特老先锋公墓的地方。他准备用这台相机教给他的观众如何自己拍摄缩时摄影的影片。但就在他第2天一早取回相机后，查看他前1天拍摄到的这些影片时，却发现了异常。这就是那张出现异常的相片，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弓着腰的人物正从这处墓地外经过那样。据影片的分享者讲述，相机是他晚上8点13分安装完成并开始拍摄的。他将这台相机设置成每30秒自动拍摄1张的模式，将它架设在了这里。他之所以将相机放在这里拍摄，是因为附近的居民很少会有人来到这里闲逛。Sigler 的初衷是想拍摄一段昼夜交替的影片，所以里面不能有移动的物体，又或是人物。而最奇怪的是，从这张相片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物出现的位置刚好是在墓园外的这2棵树附近，但那里却是一片农田，根本就没有道路。而相机显示拍摄到这个家伙的时间是晚上9点08分30秒。而且刚刚我们说过 Sigler 设置的是每30秒拍摄1张相片，但前后其他这些相片中却并没有出现这个奇怪的人物。Sigler 说道，假如是有人从这里经过，那么他肯定会在其他的相片中出现，但在其他的这些缩时拍摄中却没有发现这家伙的任何踪迹，只有这1张相片拍摄到了他。所以不少人猜测，这家伙可能是从这里跑过的一个真实的人物。或许他当时奔跑的速度很快，所以 Sigler 的相机只拍到了他1次。对此 Sigler 认为，就算是白天有人用跑的，也不可能有这样的速度，何况还是在夜晚。而且从这张相片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物似乎也并不像是在奔跑的样子。尽管许多年都已过去了， Sigler 也曾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来解开他的这个谜团，但似乎他都没能得到过明确的答案。10. 坐在摇椅上的这名女士名叫诺玛维拉，
他相信自己已故的父亲曾经来看望过他，这听起来似乎让人感到有些毛骨悚然，但他家中监视器拍摄到的这段影片或许能证明他的这一说法。维拉一直在照顾他身患疾病的母亲。2019年11月的一个夜晚，正在熟睡中的维拉突然收到了家中安防系统发来的一条讯息，提示在他家门外侦测到了有物体活动的迹象。随后他便出门查看，但都没有发现什么，于是他便回放了当时监视器拍摄到的这段影片。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门廊里的这张摇椅突然晃动了起来，但最奇怪的并不是这些。几秒钟后，在摇椅的附近出现了一道奇怪的光影，看上去就像是有人坐在了这上面那样。但在维拉将这段影片拿给自己的母亲看后，母亲告诉维拉，他的父亲经常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傍晚躺在这张摇椅上，看着过往的车辆，跟熟悉的邻居热情地打着招呼。母亲继续说道，最近他常常做梦，梦到他的父亲，似乎他想要告诉自己一些什么，但他却只是紧紧地拉着他的双手。母亲的这番话却让维拉感到了些许的伤感。但在短短的5个月之后，他的母亲就因肺癌末期离开了维拉，这就像是在无形中验证了母亲当时所梦到的这一切那样。或许我们并不确定这一切是否与他去世的父亲有关，也许只是维拉太过于思念他的亲人，所以才将他们联系在了一起。但这一切对于维拉来说，可能已经并不再那么重要了。Number 9. 院子里的小精灵，这是一段我们在 Instagram 上发现的影片。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矮小的生物正从这处住家外的门前走过，紧接着它走进了墙壁跟花瓶之间的缝隙里，消失在了监视器的拍摄范围。而这个小家伙的个头看上去跟一只小老鼠差不多大，但奇怪的是，它更像是在用双腿走路，而并不是4只。影片的分享者告诉我们，当晚这处住家外的监视器侦测到了他的出现之后，打开了室外的照明灯。此时他已经走到了门口位置，在这整段影片中，监视器只拍摄到了他出现跟消失之间的几秒钟的画面，所以当他看到这段影片后，他也不知道这家伙会是什么。在第2天早些时候，这处房屋的主人检查了墙壁前的这几个花瓶，但却没有发现他的踪影。对此，一些观众将这个小家伙称之为精灵，又或是侏儒。而在北美的神话中，这些小家伙就经常的栖息在森林中人们的房屋周围。也有观众认为，它可能是一只黑色的小鸟，例如乌鸦之类的动物，因为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它这奇怪的行走方式。那么，你认为这个小家伙会是什么？Number 8. 这段奇异的影片是由推特用户 Daniel Holland 分享的。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骑手正驾驶着机车朝着一个令人费解的方向驶去。让我们先来看一下分享者到底拍摄到了什么。影片中这10几辆机车，一辆接着一辆的消失在了这处转角位置，看上去非常的不可思议。随后，丹尼尔的这段影片便引起了更多网友的注意，他们纷纷猜测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有人让丹尼尔到这些机车消失的转角处拍摄一下，还有一位观众说道，他们应该是进入了这里的一处地下停车场，因为他注意到了画面中出现的这条行穿线。但一位名叫 Stop Eating Bees 的观众似乎发现了这段影片的真相，他甚至画出了一幅草图来向大家解释，这其实是拍摄者利用一种视觉错误给我们带来的假象。最终，影片的所有者丹尼尔给出了答案，这是他从一处建筑物的最高处向下拍摄的，而画面中桥下的河水其实是这所建筑物潮湿的房顶，而这些车辆真的就是在这处路口转弯的画面，只不过
他们被丹尼尔所在的这处建筑物遮挡住了罢了。既然丹尼尔已经就这个问题给出了答案，但你是否能理解丹尼尔的解释呢？Number 7. 不明飞行物的目击事件在互联网上无处不在，你只要通过简单的搜索，便可以看到数以万计的这类影片，但却很少有影片像你即将要看到的这段影片那样令人难以置信。这是一段2022年2月出现在 YouTube 上的影片，我们并不确定这段影片的分享者是否是当时的拍摄者，因为这个频道的所有者已经在几天前关闭了他在 YouTube 上的这个频道。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段影片是由一位 Reddit 用户转载的，他还将这段影片进行了稳定画面的处理。让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段原影片。这家伙看上去，它的外形就像是一块石头那般，而且它还在不停地旋转着。在它的内部，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发着亮光的小圆点，也有观众形容这些亮光就像是形成的电火花那样，而且它还有2个半圆形状的凹陷。但如果我们将此时的画面静止，还能看到它似乎还有一层类似玻璃一样的透明拱形结构，有些像是某些观众所说的外星生物的保护座舱那样。对此，我们并没有在网络上找到关于它的更多相关的报道，只找到了一篇来自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一位 Claudia Obers 博士对此次目击事件的研究报告。从这篇研究报告中，我们大概了解到，似乎 Obers 博士对此次的目击事件深信不疑，他甚至还列举出了很多这样类似的案例，以及他自己对这个物体的一些研究的结果。Obers 博士认为它是来自 X 行星的一块碎片，但在我们对这段影片的内容进行搜索时，还发现了2段类似的影片，分别是2019年跟2017年拍摄的，他们的拍摄地点是在俄罗斯跟西班牙，而且这些影片中出现的这个家伙就像是同一个物体那样。这些影片的评论区还有不少观众称，最早拍摄到它的一段目击影片出现自1998年，但如果它是一块行星的碎片的话，那么为什么这几次的目击事件中，这些不同地区的拍摄者却都记录到了一块相同外形的碎片？ Number 6. 这又是一段来自监视器拍摄到的奇怪影片，影片是由 Reddit 用户 Hey It's Chris CR 分享的。据分享者讲述，当天早上他接到了姐姐的电话，电话中姐姐要求他马上去检查一下监控器的闭路电视，因为姐姐从手机上看到商店内似乎出现了一些异常。于是分享者好奇地打开了闭路电视，这时画面中显示了一个奇怪的小光球在收银台上方晃动。他的姐姐告诉他们，这一奇怪的现象出现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在他收到安防系统发来提示讯息时，他看到了这个小光球。起初他只是以为是昆虫之类的东西在飞过监视器时造成的假象，但在他观察了很长一段时间后，这个光球却一直在收银台附近晃动。于是他决定通知他的家人下楼查看一下。当时这家商店还没有开始营业，店内只有分享者跟他的母亲2人，但在他母亲走到收银台附近时，却什么都没有发现。于是分享者在楼上一边看着监视器画面，一边告诉母亲那家伙现在的位置。但就在这时，奇怪的光球突然飞出了监视器的画面。据分享者讲述，此后他们又检查了商店内的这处监视器跟他以前拍摄到的部分影片，但都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于是他们开始怀疑这一切是否与某种灵异现象有关。 Number 5. 位于北卡罗来纳州新伯尔尼的特莱恩宫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奢华宫殿，它是由威廉·特莱恩在1765到1771年担任州长时修建的。后来它因成为北卡罗来纳州的第一个常任国会大厦而名声大噪。跟它一起闻名的还有1798年的这场火灾。这场从地窖引发的大火几乎烧光了整个宫殿，死伤人数达到10几人之多。这些遇难的人员也大都是这里的佣人，而在这场火灾中，只有厨房跟马厩得以幸存了下来。
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特赖恩宫，其实是1944年至1959年间重新修建的一座宫殿。但自从在这址上建造的这所新宫殿诞生之日起，这里的灵异传闻却从未停止过。比较有名的，例如看门人在半夜听到的马蹄声，又或者是某处房间内传来女仆的窃窃私语。而这些始终被当地人认为是传闻的灵异事件，在2017年7月时似乎得到了验证。一篇来自《太阳报》的报道讲述了发生在这里的一起灵异的目击事件。2017年7月16日，2名游客在这里参观时，他们的相机似乎记录到了一些不该出现在这里的东西。21岁的丹尼尔·海德和23岁的萨凡纳·布朗在周日这天参观了特赖恩宫。在他们参观过后，便随手把一些他们在这里拍摄到的相片跟一些短片发布在了自己的社交媒体上。但在他们随意拍摄到的这些影片中，却有一段出现了些异常。在这段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身穿白色长裙的女人正穿过隔壁的房间，而她的这身奇怪的装扮似乎与这个时代完全不符，看上去更像是中世纪女佣的服饰。甚至于当你仔细观察她时，她的部分身体还有些像是透明状的那般，而且她的手中还像是拿着一个篮子一样的物品。当这段影片被公布之后，立即引起了不少当地人的注意。有些人认为这就是证明特赖恩宫存在鬼魂的最好证据，因为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1798年发生在这里的那场大火，而据资料记载，死于这场火灾的大多也都是当时在这里工作的佣人。Number 4. 2个太阳。近日，一位 TikTok 用户发现了这样一种令他感到困惑的现象，让我们先来看一下他拍摄到的这段影片。As you can see, there's obviously a really very clear planet that is right north of the sun.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在拍摄者前方的这片天空中，似乎出现了2个太阳。拍摄者跟大多数观众那样，都认为画面下方的这个才是真正的太阳，因为它要更亮一些。那么上面那个又是什么？相信看到这里，有人可能认为那个是月亮。随后拍摄者又向我们展示了他身后的月亮。拍摄者说，这才是月亮此时的真正位置。看过这段影片的一些观众认为，或许这是反射造成的假象。他们认为是水面将太阳反射在了空中，也有观众将它称作是虚拟世界出现的故障。或许这段影片刚好证明了这个世界就是虚拟的最好证据。但听起来这些解释似乎也并不是那么的准确。于是我们查找了关于这种现象的一些资料后，发现了这样一种名叫太阳犬的类似的气象现象。我们先不解释它的产生原因，但从维基百科上提供的这些图片来看，这种现象似乎是出现在太阳的两侧，而这与影片中出现的这个光球也并不相同。而这种称为太阳犬的气象现象是由大气中的冰晶折射造成的，它看起来更像是晕圈，又或是相机的晕影。而这段影片中出现的这个家伙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光球。对此你认为呢？如果你知道又或是了解这种现象，请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And since we all have been taught in school that Mercury and Venus do not show up, oh, just look at that planet just beaming and shining right now. Number 3. YouTuber Kelly 是一位游戏频道的主播，他所制作的这些影片跟他的直播也与超自然现象没有丝毫的关系。但就在几周前，他在图奇的这次直播中却出现了一些意外。Coming, guys. Brock's not coming. Oh no! What? Oh my goodness. All right. How many people we got? Hello? Kelly 听到这奇怪的响声后，便立即去另一个房间查看。当他回到电脑前，
他告诉自己的观众，是一个手持吸尘器掉到了地板上，但却有观众刚刚看到，就在这个声响发出之前，他身后门口的位置出现了一个黑影。在我们将他直播时的这段画面调整后，的确，一个像是人影一样的东西出现在了他门口的位置。随后 Kelly 又公布了一段影片，向他的观众解释发出声响的这个房间。Here's the little hand vacuum that kind of just went like that. Probably a little softer, but that's roughly what it seemed to be. It was right here on the floor, so that's nice. Also, here's the stairs going up, and here I'll go up them just so that you all know what it sounds like. I am being as soft as I can, and it still makes this much noise. So, like, don't even try, bro. Trust me. I think it's just. Kelly 告诉他的观众，即使这个黑影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物，那么他在这个楼梯上行走时也会发出吱吱作响的声音，所以这会是一次真正的灵异事件吗？ What? Number 2. 这是一段拍摄自1992年的灵异目击影片，它也在2019年时被美国一档名为《镜头下的超自然现象》的节目收录在了其中。影片的拍摄地点在位于英格兰东北部的约克夏地区。根据一些报道中的讲述，这座房屋的主人自从搬到了这里来居住后，便一直被一些灵异现象所困扰，而且很多情况下出现的这些现象都让人难以解释。例如，他们就曾多次听到在空无一人的楼梯上出现的脚步声，又或者是他们经常在这里的某个房间内看到的一闪而过的黑影。有一天，这名房主决定将摄像机安装在一些可能会出现这类灵异现象的地方进行拍摄，特别是深夜他们休息时，又或是家中没人时，他们都会打开摄像机。而就这样，他们居然坚持拍摄了5年。在这期间，他们的摄像机的确也捕捉到了一些奇怪现象的发生，但最令人难以置信的还属下面这段影片。这处房屋的主人在查找了很多关于当地的一些资料后发现，最早他们的这条街道上的民房其实是很少的，而且附近还有一处墓园。但随着当地人口的增加，这条街道也被拓宽了很多，变成了现在的样子。所以他猜测这一切是否与小镇上的老墓园有关。在我们开始最后一段影片之前，请别忘记点击订阅按钮以及开启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了。蜥蜴人詹娜，关于外星人是否真实存在的这个话题，一直以来都是我们难以解开的谜团。有人认为这是人类自己遐想出来的生物，但也有人说宇宙浩瀚，有太多我们无法探索到的领域。那既然有人类生物的存在，不排除也存在其他宇宙生物，就像是近日我们在某视频平台发现的这段奇怪的影片那样。注意看这名女士的眼睛，你看到了吗？看到这里，相信很多观众都会认为这肯定是一段被修改过的影片。当我们看到这段影片时，也是这样认为的。奇怪的是，在这段影片的下方，却有不少观众说这是真实存在的一段影片，甚至一位观众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在他看到这段影片时，他正在准备着一家人的晚餐，因为他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做饭时看电视，而这个画面几乎也就是一闪而过。这名观众当时也感到非常的奇怪，但他也只能认为是自己看错了。于是我们按照这段影片的部分讯息，的确找到了它的原始出处。影片属于一家名为阿拉特的电视台，这是在一档直播节目中出现的画面。这段时长1小时38分钟的电视节目录影，至今还可以在他们的 YouTube 上找到。
而就当这名女士在眨眼时，她的瞳孔立即变成了竖立缝隙状，也就是我们在动物界中经常看到的缝状瞳孔，又或是竖瞳，而比较常见的动物，例如鳄鱼、蜥蜴蛇等。所以有不少观众认为这名女主持人是蜥蜴人假扮的。不仅是这一段影片中出现过这种情况，我们在她的很多影片里都曾发现了这一现象，甚至有些情况下在她没有眨眼时也会出现。那么这就基本排除了是灯光又或是录像设备故障造成的假象。在我们查阅了一些资料后发现，竖瞳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在人类的眼睛里的，一般出现也都是眼部疾病造成的，例如先天虹膜缺损，而这种眼疾的表现并不像是影片中这位女士那样，而且她们的眼瞳是会一直保持这种形状，而不是只有在眨眼时才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这名女士真的会是蜥蜴人吗？又或者对此你还有其他的解释？